这不仅仅是一个原本要被扔进垃圾桶的空矿泉水瓶，这是你家里最强悍、最高效的生根机器。不管是月季、绣球、三角梅，还是那些平时让你头疼、怎么插怎么死的木本花卉，只要掌握了这个透明瓶子的秘密，20天后，原本光秃秃的枝条底下，白花花的根系就能把瓶子挤得满满当当。这种爆根的成就感，比你花大价钱买什么进口生根粉、生根液都要来的实在，都要来的震撼。很多人做扦插总是遇到黑杆、腐烂，或者明明看着叶子挺精神，拔出来一看，底下光溜溜的一根毛都没有，最后还是难逃干枯的命运。其实问题的根源往往不是你剪枝条的手法不对，也不是你选的土不行，而是你给它的环境出了问题。植物的枝条离开母体后，它就像个断了奶的孩子，最怕的就是水分流失太快，而新的根系还没长出来，供不上水，那自然就是死路一条。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矿泉水瓶扦插法，核心逻辑非常简单，就是利用这个随处可见的废弃物，给枝条人为制造一个高温高湿的小温室，锁住水分，逼出根系。你可能觉得这就跟盖个塑料袋差不多，其实差别大了去了。矿泉水瓶的硬度、透明度以及它特有的结构，能形成一个非常稳定的内部微循环系统。白天太阳一晒，瓶子里的水分蒸发成水汽，遇到屏蔽又凝结成水珠流回土里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。哪怕你半个月、20天不管它，里面的湿度依然能维持在 90% 以上。这种环境对于那些急需生根的枝条来说，简直就是天堂。首先我们得准备材料，这材料简直太好找了。喝完的矿泉水瓶子最好是那种大号的，比如 1.5公升或者2公升装的，这种瓶子空间大，空气流通量足，不容易因为空间太小导致叶片贴在瓶壁上腐烂。把瓶子洗干净，要把里面的糖分或者饮料残留彻底冲掉，不然容易招虫子或者引起霉菌滋生。哈哈，这一点很关键，很多朋友扦插失败，就是坏在这一步偷懒了。瓶子处理好之后，把外面的包装纸撕掉，我们要的就是它的全透明，这样方便观察根系的生长情况，也方便阳光透射进去。接下来是处理瓶身，用剪刀或者美工刀，从瓶身大概1/3处或者1/2处切开，但是请注意，千万不要完全切断，要留大概1-2公分连接着，就像一个荷叶一样，这样瓶子的上半部分就能像盖子一样翻开合上。这个设计非常巧妙，既保证了密封性，又方便我们操作。如果你一不小心切断了也没关系，到时候用宽胶带粘一下，或者把上半部分直接套在下半部分外面也可以，但那样密封性可能会稍微差一点点，所以最好还是留一点连接处。处理完瓶子，我们得说说这个扦插用的介质，也就是土。用什么土最容易生根？很多人喜欢用原土，也就是外面挖的泥巴，或者直接用营养土。其实对于这种焖养法来说，这些土都不是最好的选择。原土太粘重，透气性差，闷在瓶子里容易积水烂根。营养土里细菌多，加上高温高湿，简直就是细菌的培养皿，枝条还没长根就先烂了。最适合这种瓶插法的介质其实是素土，就是不含任何肥料的干净介质。首推智石，智石保水性好，透气性也不错，而且是高温烧制出来的，几乎没有细菌，非常适合发根。其次是粗河沙，一定要洗干净的粗沙，透水性极强，不容易积水。再或者用珍珠岩混合泥炭土，比例大概是珍珠岩3份，泥炭土1份，这样的搭配既能保湿又能透气。总之一个原则，干净、透气、保水，千万别在这个阶段给它施肥。没长根之前给肥就是给毒药。把准备好的介质填进瓶子的下半部分，厚度大概5到8公分就足够了，不需要太深，因为我们主要是让它生根，等根长满了我们是要移栽的。介质填好后要浇透水，怎么判断浇透了呢？你看着水从下面渗下去，但是瓶底不要积水，如果怕积水，可以在瓶底钻几个小孔，然后下面垫个托盘。不过对于这种全密封的焖养法，如果你的介质配比得当，水分控制得好，瓶底不打孔也是完全可以的，甚至利用瓶底那一点点积水维持湿度，效果更好。
但新手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建议打孔沥水，以防万一。戒指准备好了，瓶子也弄好了，接下来就是重头戏，枝条的选择和处理，这一步直接决定了你能不能成功。我们选枝条，不能选太老的，也不能选太嫩的，太老的枝条活性差，生根慢，像个风烛残年的老人；太嫩的枝条水分多，容易烂，像个没断奶的娃娃。我们要选那种半木质化的枝条，也就是今年新长出来的，皮色刚刚开始转身，硬度适中的枝条，这种枝条活性最强，营养储备也最足，生根速度最快。剪取枝条的时候，长度大概控制在10公分左右，一定要保证枝条上有1到2个饱满的芽点，因为以后新叶子就是从这儿发出来的。下切口要斜着剪，角度大概45度，这样能增加吸水面积。上切口平剪，减少伤口面积，防止水分蒸发。剪好的枝条，把下面的叶子全部撸掉，只保留顶端的1、2片叶子。如果叶子太大，比如像绣球或者月季的大叶子，还得把叶子剪掉一半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这个时候枝条没有根，吸水能力极差，叶子多了蒸腾作用大，水分全跑了，枝条就干死了。留一点点叶子是为了让它进行光合作用，制造养分来促进生根，这是一个平衡的艺术。枝条剪好后，不要急着往瓶子里插，先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晾一晾，让伤口稍微干一下，形成一层保护膜，这样入土后不容易感染。如果你有生根粉或者生根液，可以把下切口泡一下，没有的话也不强求，用柳树枝泡水或者阿司匹林溶液泡一下，也能起到类似的作用。甚至对于一些好活的植物，直接用白开水泡一下伤口也是可以的。重点是切口要平滑，不要有撕裂伤。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了，用一根筷子或者小木棍，在瓶子里的戒指上戳几个洞，深度大概3、4公分，然后把处理好的枝条小心的放进去，再用手轻轻压实周围的戒指，让枝条和戒指紧密接触。这一步非常重要，如果悬空了，根发不出来。种好之后，再用喷壶给枝条喷点水，洗个澡，然后把瓶子的上半部分盖回去。这时候关键来了，如果你的瓶子是切了一半留了连接处的，直接盖上就行，切口处可以用透明胶带封一圈，保证密封性。瓶盖要不要拧紧呢？这得分情况，如果天气特别热，温度超过30度，建议把瓶盖拧松一点，或者干脆拿掉，留个口透气，防止里面温度过高把枝条焖熟了。如果温度在25度左右，那就把瓶盖拧紧，制造一个完全封闭的高湿环境，这样的环境里湿度能达到100%，叶片始终保持水灵灵的，根本不用担心脱水的问题。把你做好的这个小温室放到一个明亮的地方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散射光处，千万不要直接放在大太阳底下暴晒，那个瓶子就是个聚光镜，一晒里面的温度能飙升到40、50度，直接就煮熟了。放在窗台边或者阳台的内侧，既有光线又晒不到直射光的地方最合适。光照是植物生根的动力，没有光，光合作用停止，生根也会变慢，所以完全阴暗也是不行的。一旦你把它放好了，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最难的，那就是管住你的手，不要没事就去打开看看，不要每天去晃动瓶子，更不要频繁的去拔出来看看到底长根了没有。植物生根需要一个安稳的环境，你的每一次打扰都会让刚长出来的毛细根受损，你就把它扔在那儿，把它当空气，只要看到瓶壁上布满了小水珠，就说明里面的湿度是够的，根本不需要你浇水。这种懒人扦插法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它利用了植物自身的求生欲，在高温高湿的逼迫下，枝条为了活下去，会拼命的从切口处分化出愈伤组织进而爆发式的长出根系。通常情况下，像月季、三角梅这类花卉，用这个方法，大概7到10天就能看到伤口愈合，长出白色的愈伤组织，15天左右就能看到大白根爆发出来，20天左右，你透过透明的瓶壁，就能看到那让你心花怒放的根系，白白嫩嫩，在戒指里四处乱窜，甚至开始沿着瓶壁转圈圈，这就说明你的扦插大功告成了。而且这个方法不仅仅是保湿那么简单，它还能起到一个恒温的作用，昼夜温差在瓶子里会被缩小，
有利于根系的持续生长，特别是在早春或者晚秋，气温不太稳定的时候，这个矿泉水瓶就是一个天然的保温箱，保护着脆弱的小生命。很多人在春天扦插容易遇到倒春寒，一冷一热枝条就挂了，用了这个瓶子，存活率能提高好几倍。对于新手来说，这简直就是开了外挂一样的存在，让你轻松跨过扦插这道门槛。当你透过那个透明的塑料瓶壁，看到那一条条白嫩粗壮的根系，像盘龙一样在介质里蜿蜒盘旋，甚至有的已经长得太长，沿着瓶底转了好几圈，这时候你的心情绝对是炸裂的。这种视觉冲击力比你玩游戏通关还要爽。这不仅仅是几根根，这是生命的奇迹，是你亲手创造的一个微观生态系统的胜利。但是很多朋友往往就倒在了这最后一步，看到根长好了，一激动，咔嚓一剪刀把瓶子剪开，直接把苗拿出来种盆里，结果第二天一看叶子蔫了，第三天一看杆子黑了，第四天直接进垃圾桶。为什么？明明根系那么发达，怎么一移栽就死呢？这里面牵涉到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，叫做假植过渡，也可以理解为炼苗。这一步至关重要，甚至比你之前的扦插操作都要关键，因为瓶子里的环境是恒温、恒湿、无风、无菌的温室，而外界的环境风吹日晒、湿度低、细菌多，这两个环境之间的落差太大了。你把一个一直在无菌室里长大的婴儿突然扔到闹市区，他肯定适应不了，免疫系统和生理机能都会瞬间崩溃。所以当我们看到根系长满瓶子后，千万要沉住气，我们要做的是慢慢打破这个温室的平衡，让它一点点适应残酷的现实世界，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首先，我们把原本拧紧的瓶盖稍微拧松一点点，真的只要一点点，让外界的空气能通过那一丝丝缝隙钻进去，和里面的湿气进行交换，这个状态保持2天。这2天你会发现瓶壁上的水珠会稍微减少一点，但不会完全消失，这就是在告诉植物，外面的世界有点干，你要做好准备了。气孔的开合机制开始重新调整，2天后把瓶盖彻底拿掉，这时候瓶口是敞开的，空气流通量变大了，植物开始直接接触外界的空气，但是瓶身还在保护着它的根部和下部枝条。这个阶段再维持3天，你会发现叶片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耷拉，别怕，这是它在调整自身的蒸腾速率，只要不是那种彻底干枯，都是正常的自我保护机制。晚上你可以给叶片喷一点点水，帮它缓解一下压力。等这5天过后，我们就可以进行最后一步了。拿一把锋利的剪刀，或者是那种专门修枝的园艺剪，沿着瓶子的侧面小心翼翼的把塑料剪开，注意一定要稳、准、轻，千万别手抖伤到了紧贴着瓶壁的那些大白根。剪开后不要去抖动土团，更不要试图把根上面的土洗干净。很多人有洁癖，非要把根洗得白白净净再种，那是大错特错。根系表面的根毛是非常脆弱的，肉眼几乎看不见，你一洗根毛全断了，它还怎么吸水？我们要的就是那个圆坨，带着原来的介质完完整整的取出来。这时候你会发现那些根系已经把介质紧紧的抓在了一起，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根球，这就对了，这个根球就是它的保命符。接着就是上盆，新盆不要选太大的，千万别想着一步到位，小苗用大盆，那是养花大忌，盆大土多，干得慢，容易积水烂根，选一个比那个根球稍微大一圈的盆就足够了，大概直径10公分左右的假植盆或者双色盆最合适。用的土也要注意，这时候不能再用纯质石或者纯沙子了，因为那个没营养，植物长根是为了吃饭，你得给它准备饭菜。我们要用疏松透气的营养土，里面可以拌入一些珍珠岩来增加透气性，还可以稍微加一点点缓释肥，记住是一点点，几颗就够了，千万别给速效肥或者农肥，刚移栽的根系受不了那个刺激，会烧根的。在盆底垫上一层陶粒做沥水层，然后铺一层土，把那个带着圆土坨的苗放进去，周围填满新土，用手轻轻压实，不要压得太死，然后浇透水。这一次叫定根水，一定要浇透，直到盆底流出水为止。这一步是为了让新土和老土以及根系紧密结合，不留空隙。
移栽好的小苗不要马上拿去晒太阳，虽然它已经经过了炼苗，但根系在移栽过程中难免会有轻微损伤，吸水能力还没完全恢复，这时候如果暴晒，叶片蒸发量大，根系供水不足，立马就会脱水枯萎，要把它放在散光通风的地方，缓苗1周左右。这1周里，你每天早晚给叶片喷点水雾，保持小环境的湿度，等到1周后，你发现顶部的芽点开始萌动，或者有新叶子展开了，那就说明它已经完全覆盆了。这时候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棵正常的植物来养护了。该晒太阳晒太阳，该施肥施肥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成功的把一根废弃的枝条变成了一盆充满生机的盆栽。这套矿泉水瓶扦插法其实还有一个升级版的玩法，特别适合那些比较贵重的或者特别难生根的植物，那就是水苔闷养法。我们把介质换成水苔，水苔是一种天然的苔藓，保水性极强，透气性更是一绝，而且它本身含有一些天然的杀菌成分，不容易烂根。用法也很简单，把干燥的水苔用水泡开，挤干水分，挤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手里握着感觉潮湿但滴不出水的状态，然后把它塞进矿泉水瓶里，稍微压紧一点，但不要压实了，然后把枝条插进去。剩下的步骤和之前一样，水苔的好处是它的包裹性特别好，能给根系提供一个非常舒适的温床，而且水苔干净，看起来也很高级。透过瓶子看到白根在绿色的水苔里穿梭，那个颜值也是相当高的，特别是对于像龟背竹、喜鳞玉这些天南星科的植物，用水苔瓶插，生根速度快到吓人，基本上1周就能长满。当然，再好的方法也有失败的时候，如果你发现瓶子里的枝条变黑了，那就说明细菌已经入侵了，这通常是因为你的枝条本身带菌，或者介质不干净，或者是水浇多了，这时候要果断把黑掉的枝条拿出来扔掉，千万别心疼，因为它已经是个传染源了，会把霉菌传染给其他的枝条或者污染介质。如果只是枝条底部切口发黑，但上面还是绿的，那你还有救，把发黑的部分剪掉，一直剪到新鲜的绿色组织，然后用高锰酸钾溶液或者多腈磷溶液泡一下伤口，换新的介质，换新的瓶子，重新来过。